Salut， 我是 Zephyr， 欢迎来到汉蛋80人生侦探所。我们今天要讲的是依据上次有一个不想上班的心态对不对？好，可是不想上班总是要有一点策略啊，不是说要走就走了。所以我们常会说有些人不想要上班，很想离开公司，但是他们有各种的担忧跟怨恨，还有不甘心，对不对？对啊。好，因为觉得说为什么是我要离开，好，为什么是我遭受到这一些不公平的对待，但是他们就还是没有办法离开公司，没有那种勇气啊。好，因为也有可能想着啊，我跟我同事已经约好我们要假日都可以去吃东西了，然后我同事也对我很好，那我要不要忍忍就过去了？但你离职还是可以跟同事一起当还是继续当朋友，还是可以去吃东西啊下班之后一起去吃东西就是一种小确幸，对，但是这样就会有一个后果，是我永远都离不开这个公司那怎么办？对，我们要怎么办？好，那我们现在想到有一个首要策略就是断舍离你有做过断舍离吗？有，但不是我是对于我的生活那是戒糖糖我把糖类，我只要稍微有点闷啊，或者是有点压力，我很习惯去吃糖类的东西就是比方会吃多一点饭，然后甚至就是比较喜欢喝含糖饮料，那个就有种多巴胺呢，对，会让我就觉得好像会比较舒服，很幸福。可是这样我的血糖其实就非常不是说我有糖尿病，是我就会变得很容易饿，反正变得很容易饿，我的那个血糖就会被一下拉高一下拉低，就一下降低这样，所以我就慢慢断掉我的糖类的依赖，我去断掉这个依赖。那我可能了不起的话，我就是吃一点点地瓜，改成吃一点点地瓜，所以那个就是一个替代品这样。对，我至少不会去喝含糖饮料，这样不会有戒断症状吗？还好，因为毕竟地瓜也还是有一些糖类，就没有要完全停掉这样子。对，我就把我自己的糖类依赖断掉这样子。对啊，对，那这个其实也是一种习气嘛，对不对？对啊，对啊，所以我觉得你做得很好，就是它其实断除了你原本应该要就是本来就要丢掉的习气，对不对？就是有点太过的东西啦，把它拉回，不能说完全，我是没有极端到就是完全不吃不吃糖，连什么饭什么的，但是就是变成是说我可以让我自己有一点点，比方就吃一小块地瓜，这样有点甜甜就可以这样子，就会比较稍微平衡一点，没有极端到说完全不行。好，我觉得你的这种方法就是先断除掉你不想要的或是不适合你的部分嘛。好，那有害的啦，有害的已经是有害了。对。那我常听到在网络上有人分享说要怎么样让自己能够离开公司不用上班的方法，然后他教导大家的是说，如果你是因为不够苦，所以他的解方就是你可以制造更苦的情境要多苦要怎么制造更苦能够下定决心离开。你赶快骂我，拜托多骂我几句可能会跟老板说，拜托请你再多骂我几句，羞辱我几句，多羞辱我，赶快让我加班，不要给我钱这样。对啊他怎么更苦啊？对，所以我在想说，你不吃那些糖其实也是一个很苦的过程吗？对啊，刚开始难免要忍啊。对啊，也是忍嘛，对不对？所以我才说，如果我们是以一个佛法的角度来看，好，那今天一样同样是解脱这一些苦的方法，其实是要先去除苦吧。因为大家对佛教的一个应该说不是太正确的印象就是偏见。对，他其实是说大家都认为佛教就是叫大家要吃苦的。对啊，很奇怪哦。其实没有啊，没有。可是其实我们自强
对，强调的是苦集灭道嘛。然后其实我们要的解脱方法其实是去掉苦，而不是让你增加一些无意义的苦。对对对啊，对，所以我们如果今天是自寻烦恼，去增加更多的苦，那其实没有办法解决问题。是。对，所以我觉得断除旧有的一些陋习，其实才是真正解决的之道嘛。就像你说，你觉得那一些糖对自己是不好的，所以你就可以断除它。那你后面得到的结果，就会是乐的。对啊，而且我发现我断掉糖类，你做那个身材体型就算，我觉得我皮肤变比较好。就好像皮肤变比较亮。对，这个也是有修佛法不一样的地方。对，就是整个皮肤感觉真的是糖真的不要吃太多。好，然后这个就是贪心嘛，对不对？有时候贪心会让你想要需求更多，你会觉得自己永远不够嘛。然后你在公司会觉得说，我这样子被对待，我做了这么辛苦的工作，我只拿到这样的钱，我要更多。对，那其实那种欲望也是一种苦。对，然后再来就是要断除你的嗔心。对，嗔心常常中表现在我们跟人相处的过程当中，你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对，但我们已经到这个年纪，通常就是会骂在心里了。我相信我们到这个年纪，其实很少会直接跟人家起冲突。但我觉得比较难的是，我们的心里的那个火还是会起来，只是我们可能表面上或是并不会有行为上明确的表现，但其实我们那个火烧在里面，有时候更麻烦。对，就你要灭不下对去，就尤其有时候你就会想说，我不甘心对方就没有做，就是好像没有得到，或者是说没有照我的意思做，对，或者是说为什么一样这样做，他得到比较多的回馈。那有时候那种不甘心的那种嗔心没有发泄出来的时候，在我们自己的心里面、内心里面，我觉得要花更多时间灭。对，就我们需要跟自己有很多很多的战斗跟战争，在说服自己，或是想办法去理解为什么这把火会烧成这样。对啊，有时候那个是无法控制的，是你会觉得我在这边没有得到公平对待啊。那明明对方好像没有什么，没做了什么，那为什么他就可以得到拔擢啊？对啊。对，那会不会有时候这个是一个人的慢心？好像我做的，好像大家都应该看到我做的，对不对？好像同样是同在一个办公室里面，我做的好像就感觉要比别人多加个2分，多加个10分，或是大家好像理所当然应该要先看到我做的这些。对，大家就所以是不是把自己放太大了？就其实别人有时候没有回馈你，或是没有马上赞扬你，或是表扬你，不代表你做的不好，而是可能现在还有更重要的是，现在你的表现不是摆在优先需要被表扬，或是这不是目前正事。就像我们佛法讲说，就是手指月亮，就是如果我们的目标是月亮，手要怎么指的再漂亮都没有需要讨论，因为那个不是终极的。我们的就有时候一整个公司终极的目标不是在怎么指月亮，而是那道月亮。对，那你执着在说要怎么指这件事的话，那就会跑掉，你就会搞错重点。对啊，而且很多人都会觉得说，我的意见为什么没有被接纳？对，都是以我或是你答应我出发的怎么这样子？对，你答什应我的，你为什么要骗我？这样对，就骗你有什么好处？没有钱拿，没有必要骗你。对，反正不是网络诈骗。对，有时候就是他会觉得说，你为什么老板曾经这样等于曾经这样说好，或者是说什么答应什么怎么后来好像有一点点不一样，等等的。那我就想说，就或许是不同的职位、不同的角度会有一点点不同的考量。但要指控到是说是人家骗你，对，好像也有一点点过啦。
对啊，所以其实我们刚刚提到这些贪心啊、嗔心跟慢心，这个都是我们必须要先断除的嘛。对，至少断除了这些以后，你的心里就不会有那么容易起波澜。对。那再来还有一个，我觉得也是要准备离开公司之前必须要的心态，就是你要有舍。断舍离的舍，那个舍呢，可能会是你要去除多余的物品。好，因为有些人其实对外在物欲其实是蛮重的。对，对不对？物质的东西，对，物质的东西需要这些东西来证明自己的价值，证明自己的价值。那或许的话，你会为了要佯装你这个外表，符合这一个社交的人设啊，你必须要把自己装扮了很多的东西，这些都需要钱来打造的。就要帮自己贴上很多标签，对，然后帮自己制造很多人设。所以何不我们就是一个简约的外在，然后也舍去一些你为了社交而建立的一些人设嘛。然后再来就是尽量能够不要去一些无意义的社交场合。可是我觉得还是蛮多人会没有办法分辨，或是没有办法挑选什么叫有意义，什么叫无意义的。对啊，对，因为大部分的所谓的交友跟社交都其实是带有一个目的性存在的嘛。对啊，对，那这些目的性的东西其实说真的会让你更烦，或者是说没有办法真正让你看清你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对，我觉得这些就比较像是无意义的一个场合。你必须要迎合别人啊，或者讨好其他人。对，那这些或许也都可以舍去。对，因为在公司上你必须就是要嘛。今天你如果真的要离开这个公司的话，那你就要让自己的社交场合或是人际关系至少是比较要怎么说？简单一点的，简约一点，简约的，单纯一点吧。对，就是你有的选择跟挑选怎么样的人跟你比较近，对不对？这就是某一些舍嘛。没错，因为你人那么多，你可能会觉得说我如果没有跟他好，会不会我会少了一些好处，或是他会不会好处不会给我？可你明明就很不喜欢他。对，然后你就会变成在纠结内耗在那。我明明也不喜欢他，可是我很怕他如果有好处，或是点饮料的时候不找我什么之类。对，内耗在这里，点饮料自己去买就好了，好吧？就是大家要团购的时候，对啊，没有少了我以后，可是我明明很讨厌他，就纠结这个。那为什么要这样？那你不如就去找你舒服的人，去想把这些真的让你不舒服，他就是那么小蝇头，就是小小的一点对你的好处，这个东西我们就把它舍去，对，连这个不舒服的感觉一起都舍去，然后保留下真正让你在相处，就算没有团购，就算没有手摇饮，相处还是舒服的，还是舒服，不然自己买就好了。没有团购跟的是意义是不同的，很多人会把买饮料有没有被邀请这件事情，把它视为我有没有进入核心哦。对，有时候会觉得说为什么要遗漏我？是不是被排挤？就小剧场会开始出现，有没有？就说难不成我被排挤了吗？可是我这样下次就换我请，就是换我召集大家要不要团购或者是买没有，那这样子又会有一个状况，如果没有什么人理你呢，那就有点尴尬了因为总是要凑到那个免运嘛。那先找好一些朋友，先找好一些同事已经先讲好了，对，就自己的那个嘛。姐妹咖或什么之类，先弄好。所以你看这样多麻烦，你在公司上班总是会必须就那种要熟不熟的，对，就真的很让人困扰。难怪很多人也想离开，有没有？他不想要，就你也没有想要跟他熟，可是又没有说到，就每天见面又很难说。对，也不想要确认说自己的欢迎度是这么低，存在感很低。没有想知道这件事。对，好，那离呢？离是什么？离应该就是行动去做，就是离开你觉得不舒服的
环境啊，有毒的环境啊，人际啊，或者是整个生活上任何你觉得其实一直重复让你痛苦的地方吧。所以你是那个会追剧的人吗？用追剧来就是逃避一些压力？我不是应该不算追剧的那种人，但我会，如果我有兴趣的剧，我会把它等到一口气把它看完。但我看过一次剧，我不会看第二次。我不是那种会一直重复看的。就是我看过一次，我就那个新鲜感，我就看第二次，那所有东西都不讲，我就不会去看第二次。所以我不会去沉溺那个东西。对我来讲，我知道了这样而已。对啊。就我所知，我有一些同事，他们就是觉得生活很累，工作很烦，所以他们在下班之后，他们就会想要去用血拼啊，或者是说去按摩啊。他们觉得说啊，我真的应该要给我的生活一点小确幸，然后他们就会用这种方式好来逃避或慰劳自己的辛苦。可是以一个真正的我们说佛法来说，这些也不叫做解决之道。真正的解决之道是真正就把问题解决了。不需要有这个沉溺在什么东西的沉溺在上面。对。还有离的话，是不是也要离开一些负能量的人？对啊，就你要行动去做。真的脚要踏出去，走远一点这样子。对不对？再来就是我们如果真的在这一个环境里面，你觉得你就像社畜一样，那就像我们之前第一集谈的，你就把这一个整公司当成它就是一个虚拟游戏世界。对，你是负责玩的那个。对，我是负责玩的，我能够掌控自己跟掌控所有的事件，不在我的内心起任何的波涛汹涌。对，这个就是你自己可以控制的地方。所以我们觉得心态好了，那这样能量你也会高了，自然我觉得你的能量就可以把你带到进阶到另外一个更好的生活。其实也不用太担心你是不是可以到下一个更好的生活，其实就是心态稳了，很多东西都不一样。对啊。所以我们可以一起试试看。好哦，好，那就这样咯，拜拜。若你喜欢 Zephyr 和金桃姨的斗嘴跟节目呢，欢迎给我们好评、留言、追踪和分享，或者订阅 YouTube Miss Zephyr 的人生侦探所。